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出租屋内，我姐姐双膝跪地，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摆，双眼含泪，而她那显然已有4、5个月身孕的腹部更是令人无法忽视。妹妹，我们毕竟是亲姐妹，你若不答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爸妈也急切地附和，他们的话语中满是对我的期望与压力，希望我能做出让步。然而，我内心却是五味杂陈，不知如何回应。我姐所求，竟是要我放弃与徐斌的婚约，让他与他结为夫妻。姐，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等孩子出生，我可以帮你照顾，但我和徐斌的婚礼已近在眼前，怎能看着你和他去领结婚证呢？我坐在沙发上，心情沉重，而徐斌也面露难色，显然内心也在挣扎。就不能等孩子出生后再离婚吗？那张结婚证只是形式而已，家里的亲戚们不会知道的。我姐的泪水依旧在流淌，她的声音带着无尽的哀求。我姐的美貌从小就引人注目，她早早踏入社会，与众多男人有过交情。就在去年，她遇到了一个富豪，他对她慷慨大方，送车送房，更承诺若她生下孩子，将与她共享半壁家产。我姐欣然接受，并很快怀上了孩子。然而，这一切被富豪的独生女发现后，家里闹的是天翻地覆，大款没办法，只能先骗女儿，说和姐姐一刀两断了，孩子也不是他的，又告诉姐姐说西安找个男人结婚，让女儿放下戒心，然后把孩子生下来，到时候木已成舟。女儿就算是知道了，也只能作罢。我姐姐哪里认识什么靠谱的男人，搜罗了一圈，最后竟然看上了徐斌。我姐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说服了我爸妈。现在3个人来了我和徐斌住的地方，辩着我答应让徐斌和我姐假结婚，好骗过大款的女儿，到时候可以安安稳稳地把孩子生下来。这事儿你怎么看？我没办法，只能看向徐斌。徐斌正要说话，我姐好像生怕徐斌拒绝，开口道：虽然是亲姐妹，但是我也不会让你们白吃亏50万，等到这事儿了结了，我就给你们转50万，我先给你们30万，这是定金。说着，我姐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摆在了我的桌子上。50万，我忍不住把目光落在了那张银行卡上，一时之间，我的心有点动摇了。不是我见钱眼开，实在是我和徐斌现在急用钱。姐，你先起来，这件事太突然了，你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考虑。我起身把我姐扶起来，明天吧，明天我和徐斌给你答复。就是，这也不是一件小事，你们是要好好想想。不过，佳佳，你可一定要想清楚啊！这个孩子要是能顺利生下来，不光是对你姐姐好，以后你们也能沾沾光呢。临出门前，我爸妈还一个劲儿地试图说服我。关上门，家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我转身回头去收拾沙发，这才注意到我姐把刚才那张银行卡留了下来。怎么办？我捏着那张银行卡，就像是在捏着一个烫手山芋，但是却舍不得松开。徐斌叹了一口气，顺势接过了我手里的银行卡，在我面前晃了晃，把你老公卖了，能赚50万呢。我和徐斌毕业刚刚1年，50万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心中一酸，张开双臂抱住了徐斌。我可舍不得卖你，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徐斌也回抱住了我，瓮声瓮气地回答道：但是，佳佳，我想给你买房子，还想和你结婚。
我和徐斌这段时间一直在为彩礼的事情发愁，想要结婚的话，最起码要有个20-30万，还有房子的首付。如果真的能拿到这50万，可以说是可以直接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多想早点和徐斌组成一个小家，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徐斌是我的未婚夫，我一想到他要去和我姐姐领证，我就觉得十分别扭。你就当我是去做了个兼职，只是时间比较长。不过我答应你，等你姐的事情了结，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你结婚，好吗？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就给你写个保证书，发誓也行。说着，徐斌就要跪下来给我发誓，我连忙搀住他。你说的话，我什么时候不信过？还用得着发誓吗？我这不是想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吗？徐斌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子，笑道：佳佳，你要相信我，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我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流，那一点不安被徐斌温柔的话语彻底消融。所以，即便是知道这件事情荒唐无比，我最后还是点了头。第二天早上，我和徐斌就来到了我姐现在住的地方，正好我爸妈也在。我和徐斌商量过了，我们可以配合你。真的，我姐姐喜出望外，我爸妈也面露喜色。我点点头，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姐姐的动作很快，当天下午就拉着徐斌去了民政局。出来的时候，徐斌和我姐手里就多了一个红本本。我接过来看了又看，照片里徐斌和我姐脸上都是笑意，两个人挨得特别近。尽管我知道他们是在演戏，但是心中还是醋意满满。这一股子醋意在当晚徐斌开始收拾东西的时候升到了最高点。你真的要去和我姐同居？徐斌收拾衣服的手停了下来。什么叫同居？我只是过去和你姐一起住，这不是害怕你姐金主的女儿还追着她不放，所以以防万一吗？再说了，你姐现在怀着孕，做什么都不方便，有个人照顾不是一件好事吗？这块就体贴上了。我想起今天他们从民政局出来，我姐挽着徐斌，笑意盈盈的样子，心里就觉得憋屈。徐斌，你会不会和我姐真的在一起，做了真夫妻，最后不要我了？我忽然忍不住开口。徐斌顿了一下，道：你胡说什么呢？就是啊，我姐长得比我漂亮，人家说日久生情，你和她天天在一起，谁知道？打住！徐斌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走上前来，拉着我在床边坐下。你今天是怎么了？疑神疑鬼的。昨天晚上不是说好的吗？我做这一切，不都还是为了我们的将来？你心里不舒服，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我忍不住红了眼，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心里就是有些不安。好了，你就是杞人忧天。你姐姐长得确实是漂亮，但是和我有什么关系？在我眼里，你才是最好看的。徐斌实在是太会说甜言蜜语，徐斌一番话让我破涕为笑。我轻轻捶了一下他的胸口，道：油滑舌，可是心里却是高兴的。第二天早上，徐斌就拉着行李箱，准备去我姐姐那里常住。我原本是想把他送过去的，但是害怕自己心里不舒服，只好把他送到门口。临走，徐斌几近虔诚地吻了吻我的额头，温柔道：等我回来，下一次回来就是1年之后了。我忍不住心酸，但是又怕徐斌看出来，只好强颜欢笑。好，我等你回来。好在徐斌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揉了揉我的头发，就转身进了电梯。等我再见到徐斌，已经是半个月之后。餐厅内，我坐在长桌一侧，徐斌和我姐坐在另一侧。菜端上来，徐斌夹了一块鱼腹肉，去了刺之后，才夹到了我姐的盘子里。
吃吧，你这几天不是说想吃鱼肉吗？谢谢。我姐娇媚一笑，把鱼肉送进嘴里，又给徐斌加了一个虾。两个人你来我往，亲密无间，显得坐在对面的我就像是一个局外人。这是我最喜欢吃的有一家餐厅，可是此时此刻却让我觉得如鲠在喉，半点都咽不下去。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徐斌和我姐已经这么亲密了。你们吃吧，我吃饱了，我再也坐不下去，拿着包就起身离开。你又怎么了？好好的甩什么脸色呀？徐斌追出来，脸色也十分难看。他把我拉到角落，压低了嗓子质问我：我不想打扰你们，还不行吗？我狠狠地甩开徐斌的手。什么叫打扰我们？今天要不是你姐，我们还见不了面呢。你什么时候给我夹过菜？什么时候对我那么体贴过？徐斌，我知道你现在是在扮演个丈夫，但是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说到底，我心里就是不舒服，我受不了自己的男朋友和亲姐姐这么亲密，谁能接受得了？那你想我怎么办？你姐说那个金主的女儿这段时间还盯着她，我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吗？你别忘了，咱们可是拿了你姐50万，你以为这50万是好拿的？徐斌的话让我无法反驳。是啊，是我点头，亲手把自己的男朋友送到我姐身边的，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就算是我现在心里多难受，也只能憋着忍着，都是我活该。今天就先这样吧，你先回去，咱们找个机会再见吧。你姐还约了产检，吃完饭我要陪她去。我跟你说的话，你好好想想清楚，以后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跟你吵架。说完，徐斌松开了我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我看着他挺拔的背影，眼泪唰的一下流出来。一定是我太过分，整天疑神疑鬼，才让徐斌这么生气的。要不是为了和我结婚，徐斌现在也不用在我姐身边做小伏低。可是我竟然还那么对，时之间，我对徐斌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不行，我一定要去和徐斌道歉。想到这里，我抬起手擦掉了脸上的眼泪，想要回到餐厅和徐斌说对不起。可是刚走进去，眼前的一幕就让我整个人愣在了原地。我不可置信地后退了几步，原来这就是女人的第六感。我一直觉得徐斌不对劲，只是我一直告诉自己是我想多了。可是眼前的事实告诉我，我的预感就是真的。他没起疑心吧？一吻结束之后，我姐亲昵地捏了捏徐斌的脸。放心吧，我说了他2句，他根本不敢还嘴。等这个孩子生下来，咱们就能过自己的小日子了。他们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但是我却能听得出来，徐斌语气之中带着明显的得意。是啊，他怎么可能不得意？假戏真做，勾搭上了我姐姐，以后钱也有了，漂亮老婆也有了，大好日子正在向他挥手呢。我忽然一阵恶心，胃里一阵翻涌，我真想直接吐到他们的脸上，但是最后的理智克制住了我。在他们马上就要起身的时候，我猛地转身，落荒而逃。不，我不会那么蠢的。比起在大庭广众之下撕破他们的假面，让他们把脸丢干净以外，我更愿意选择另外种报复方式。我要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什么都捞不着。等到徐斌和我姐走出餐厅的时候，我已经早早地等在了门口。姐，徐斌原本扶着我姐出来的，但是在看到我的时候吓了一跳，下意识就要收回手。我把他的小动作看在眼里，却并没有点破。我姐脸上有些不高兴，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连忙把刚买的蛋糕递过来。姐，刚才是我不对，徐斌已经说过我了，我专门给你买了蛋糕，
你刚好可以带回去吃。我姐皮笑肉不笑地扯了一下嘴角，并没有伸手，最后还是徐斌接了过来。好了，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先回去吧。徐斌毫不客气地向我下了逐客令，我却一点都没生气，反而乖乖地点点头。我这就走。徐斌，你好好照顾我姐。我挥挥手，和他们说了再见后，转身离开。走出不远，我听到了我姐的笑声，带着浓浓的嘲讽。我恍若未闻，快步走开，却在拐弯后猛地停下了脚步。玻璃橱窗倒映出了我冰冷的双眼。我用最短的时间找到了包养我姐的金主的女儿。其实这也不是一件难事，我姐曾经炫耀过，金主曾经送过她一辆豪车。正巧我没有删除聊天记录，手机里现在还保存着那张豪车的图。我记录下了车牌号，很容易就查到了车主。最后顺藤摸瓜，总算是找到了那位金主的女儿，把所有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她。我爸说，你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她的，你姐亲口承认的。金主女儿叫秦思雨，坐在我面前，皱着眉头打量着我。你不相信我说的话？秦思雨笑了。我早就知道你姐姐是什么人，如果那个孩子不是我爸的，他恐怕想尽办法都会把孩子打下来，怎么可能直接找人结婚呢？据我所知，她现在的老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吧？是啊，他说的没错。我姐总觉得自己的容貌是万里挑一的，不嫁入豪门简直就是对不起自己。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早一点动手？难道你真要等到他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和你争家产？秦思雨又笑了，只是这笑容里带着几分不屑。就凭一个孩子，他就想和我争家产？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秦思雨想了想，从包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放在了我面前。这里面有一笔钱，你要是帮我办一件事，这笔钱就是你的了。上一次我姐也是像这样，把一张银行卡放在了我的面前。那时候我忍不住金钱的诱惑，可是吃了一次亏，我才知道金钱固然重要，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比金钱还要重要。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你说什么我就会做什么，但是我不会要你一分钱的。我把银行卡推到了秦思雨面前，而后起身离开。虽然损失了一大笔巨额财产，但是走出门的时候，我却觉得无比轻松。见完秦思雨，我买了几样婴儿用品，去了我姐家。恰巧她和徐斌出去了，只有我爸妈在家。我把礼物放到他们房间就走了出来，跟我爸妈说了再见。爸妈，我下次再来看你们。我爸妈把我送到门口，淡淡道：你最近还是别来了吧，你姐说了，来得多了，怕被人怀疑。你这个做妹妹的，还是要为你姐姐着想啊。我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从小到大，我爸妈都更喜欢我姐姐。据说当初怀我的时候，我爸妈本来不想生的，但是人人都摸着我妈的肚子，说里面一定是个男孩，我妈才决心把我生下来。没想到我竟然是个女的。或许是因为我没生成我爸妈想要的性别，所以他们对我就淡淡的。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把姐姐带在身边，却把我丢在农村老家，一丢就是10几年。我并没有因此怨恨他们，反而不断为他们的厚此薄彼找理由。可是在他们的眼里，不管到什么时候，姐姐都是最重要的那个。好，这段时间我都不会过来了。我重新挤出了一个笑容。等回到了出租屋，我慌忙打开电脑，屏幕上正是我姐的卧室，不，准确来说是我姐和徐斌的卧室。我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安装了摄像头，这个房间发生的一切都会被我看得一清二楚。而徐斌和我姐
并没有让我失望。我冷着脸坐在电脑前，看着眼前的画面。等一切结束之后，我姐靠在了徐斌的怀里。已经7个月了，再有3个月，这孩子就能出生了。老头子看到孩子，估计能高兴死。你不是说他病了吗？还能撑到那个时候吗？徐斌有些担忧。放心吧，他现在正治疗着呢。我问过医生，他这个病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的，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可能给他生孩子？等到孩子出生了，我一定在他身上多捞点钱，不然我可亏大发了。我姐又开始打她的如意算盘，等老头子死了，咱们就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到时候你再给我生一个。电脑这边的我已经把视频发到了秦思雨那里，秦思雨很快回复：辛苦你了，接下来你就等着好消息吧。我放下了心。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就到了我姐姐分娩的日子。当天，我姐姐疼得死去活来，之后又折腾了2、3天，才把孩子生下来。当然，她如愿以偿地生下来了一个男孩，肯定是男孩啊！我早就找人测过的。去了半条命的我姐躺在病床上，像是打了胜仗的大将军。不出意外的话，她就能通过这个孩子拿到足够他下辈子花的钱了。徐斌更是高兴，天天殷勤地照顾着我姐姐，2个人就像是真夫妻一样。我爸妈也是衣不解带地照顾着我姐，话里话外都在夸我姐有本事。可是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孩子生下来没几天，我姐就联系不上她的金主了，电话打不通，发消息也不回，整个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我姐耐着性子等了1个礼拜，最后还是没有等来任何消息。最后她实在是坐不住了，月子还没做完，就抱着孩子去了金主家里。可是没想到，她直接吃了闭门羹。秦思雨挡在门口，看着她，就像是在看一只猴子。你们敢不让我进去？你知道我怀里是谁吗？是你的亲弟弟。我姐得意道：去让你爸出来见我，要是他不出来，我就去法院告他。秦雨农笑了：你怎么就敢肯定你怀里的孩子就是我爸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就去做亲子鉴定啊，就怕你不敢。我姐有恃无恐道。可是秦思雨却耸了耸肩膀道：不好意思，做不了。你们想赖账？我爸死了呀。秦思雨双手一摊，无辜道：骨灰都被我撒了，你要是真想做亲子鉴定，也只能去阴曹地府。我姐连连后退几步：你说什么？老东西死了？你骗人！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他还每个月给我打钱呢，怎么可能就死了？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在撒谎。他3个月前就死了呀，只不过我故意没让人告诉你而已，钱也是我让人给你打的。要是不给钱，你怎么会乖乖地生下这个孩子呢？秦思雨的目光落在了我姐襁褓中的孩子身上。你不是和我爸组局来骗我吗？你骗我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他也在骗你？让我告诉你吧，他身体早就不行了。你不是还专门去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吗？主治医生不是告诉你他的身体还能撑一段时间？我姐脸色苍白，恍惚中她好像知道了一切。你是说主治医生是骗我的？是啊，我爸那会儿已经没有几天了，他之所以没告诉你真相，就是想让你把孩子生下来，这样一来，哪怕他死了，也能在这个世上留个种，至于你，当然在他的考虑之外了。我姐直勾勾地盯着秦思雨，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整个人彻底崩溃。她偷鸡不成蚀把米，做了1年的发财梦就此破碎，还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孩子。可是秦思雨并不可怜她，甚至还不忘给她最后一击。让我告诉你吧，我爸临终的时候叮嘱我，让我照顾这个孩子，
秦思雨故意停顿了一下，这才继续开口，但是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以后你就安安心心地当妈吧，这就是代价。你当初和我爸把我妈气到住院，害得她抢救不及时而去世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会有这么一天。说完，秦思雨便毫不犹豫地下了逐客令。最后，我姐是抱着孩子被秦家的佣人直接扔到大街上的。回来之后，我姐便大病了一场，整个人憔悴不堪，就像是变了一个人。而这时，徐斌向我姐提出了离婚，又舔着脸找到了我。佳佳，我真没想到你姐是那样的人，说好了孩子生下来就离婚，可是她现在压根不同意。不到1年，徐斌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的出租屋，可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那你想让我怎么样？当然是去和他闹啊！我们当初可是假结婚，是为了赚钱。我算是看清了，发邪门财是不行的。佳佳，等到你帮我和你姐姐离了婚，我们就去领证，以后咱们2个踏踏实实过小日子。我看着徐斌诚恳的脸，只觉得十分好笑。徐斌，你是不是觉得世界上除了你，别人都是傻子，可以随便被你欺骗？我冷声问道。徐斌愣了一下，有些不解地看着我。佳佳，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我猛地站起来，厉声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和我姐早就勾搭在一起了，你们想要我的钱，所以才演了这么一出戏给我看。可是你们没想到吧，我早就知道了一切。徐斌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结结巴巴道：你怎么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冷笑一声：徐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曾经以为，哪怕全世界都背叛了我，你也会站在我这边。可是我没想到，背叛我最深的人，竟然是你。佳佳，你听我解释，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打断了徐斌的话。你和我姐的那些勾当，真当我不知道吗？你每次都想占我便宜，真当我看不出来吗？徐斌，我告诉你，从一开始我就没相信过你们。徐斌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出来。你现在就离开这里，我永远都不想再看见你。我指着门口，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还有，把我给你的那50万还给我，那是我爸妈一辈子的积蓄，你不能拿走。徐斌咬了咬牙，最后还是灰溜溜地离开了。我看着他落魄的背影，只觉得一阵痛快。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可是我没想到，徐斌竟然还有脸来找我。他把那50万还给了我，但是却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佳佳，我知道我错了，但是看在我们曾经的感情上，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徐斌哀求道。我真的很爱你，只要你肯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看着徐斌那张虚伪的脸，只觉得一阵恶心。徐斌，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我冷笑一声，毫不犹豫地把他赶了出去。这一次我没有再心软。后来我听说徐斌和我姐又在一起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过上想象中的好日子。他们因为诈骗罪被抓了起来，判了好几年，而我则彻底和他们划清了界限，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我离开了这个城市，去了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找了一份工作，认识了新的朋友，也开始了新的恋情，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徐斌和我姐也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再也没有提起过他们，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一样。有时候我会想起那段荒唐的过去，但是我却并不后悔。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人心可以险恶到什么地步。但是同时，
我也明白了，只有自己变得强大，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现在我已经走出了阴影，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而我也会更加努力地去生活，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至于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就让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回忆里吧。我不会忘记他们给我的教训，但是我也不会因为他们而停下前进的脚步。我要让他们知道，背叛和欺骗最终只会让自己失去更多，而我则会勇敢地面对一切，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我知道只有坚持下去，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而现在的我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不再轻易相信别人的甜言蜜语，也不再被表面的华丽所迷惑。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并且懂得珍惜身边真正关心和爱护我的人。在这个新的城市里，我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虽然这里没有亲人朋友在身边陪伴，但是却有着无限可能性和机遇等待着我去发掘。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和动力。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环境中成长，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满足。回首过去那段经历，或许它曾经给我带来过痛苦和失望，但也正是因为那段经历，才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在这里想要告诉所有正在经历困难或者已经经历过困难的朋友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放弃希望和努力。只要你坚持下去，总会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走出了阴霾，并且迎来了更加美好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